新西兰43岁美女管理员因操作失误，惨遭老虎扑倒撕咬，当场惨死，救援人员被吓得脸色发白。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43岁的萨曼莎·库达在新西兰汉密尔顿动物园担任动物管理员已有20多年，他同时也是一位慈善家、动物权益活动家，并且是全球圈养繁育项目的顶尖专家之一。萨曼莎还在新西兰的汉密尔顿动物园担任首席策展人，同时也经常被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邀请，提供关于如何恢复濒危物种数量的专业建议。萨曼莎热爱地球上每一个生灵，但他对犀牛和老虎有着特别的情感。新西兰首次成功繁育这两种动物的过程，都是在她的亲自监督下完成的。2001年，萨曼莎在动物园遇见了她的丈夫理查德，他们育有2个孩子。她对孩子的爱与对动物一样深厚。毫不意外，这对热爱自然的夫妇正在培养出新一代的环保斗士，他们的孩子们也同样热爱自然世界。其中最受欢迎的动物明星之一是一只苏门答腊虎，名叫奥兹。几年前，奥兹被引进动物园参与繁育项目。2年前，他已经是2个幼崽的父亲了。萨曼莎对奥兹有着特别的偏爱，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繁育项目至关重要，园方希望他能和园中多只雌虎繁殖尽可能多的幼崽，而奥兹对此也显得兴趣十足。此外，奥兹的性格也相当温顺，以一只老虎的标准来说，他的安静和放松的性情让人很难不被他吸引。作为在人工环境中长大的动物，他对人类的理解和忍耐力远超其他猫科动物。2015年的那个初秋，新西兰汉密尔顿动物园一派忙碌而充满期待的气氛。那一周，园方迎来了几位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动物园的专业考察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观察新西兰在大型猛兽管理与繁育方面的体系。双方原计划在交流顺利的情况下，未来展开合作，尤其是在濒危大型猫科动物的人工繁育项目上。那天早晨，阳光还没完全穿透晨雾，动物管理员们便开始了每日的喂食与巡查工作。对于这些食肉巨兽，狮子、老虎、猎豹与美洲豹，园区采用的是一种精细而复杂的3层围栏结构。第一层是最小的夜间栖息区，动物们每晚被引导进去休息。第2层稍大，用作喂食与观察区，而第3层也是最大的，是他们的日间活动场，一个布置的尽量接近自然环境的空间。高高的树枝、沙坑、水塘、青草与木桩，甚至还有几只硕大的塑料球和悬挂的布偶玩具，用以模拟猎物与训练反应。早晨的流程井然有序，猛兽们被依次引导到喂食区进餐，约1小时后再放入宽敞的户外活动场。与此同时，饲养员们会趁机从后方的通道进入，清扫睡眠区、补水添料。这些区域之间由厚重的卡扣式钢门隔开，一旦闸门关闭，便严丝合缝，坚不可摧，任何动物都不可能突破。然而那天负责巡区的萨曼莎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她非常清楚园中那头雄性的苏门答腊虎奥兹最近的状态极不寻常。每年的9月是苏门答腊虎的发情季节，而此时奥兹隔壁的雌虎已经开始表现出发情征兆，翻滚、低饮，在围栏边频频蹭动身体。那股浓烈的荷尔蒙气味顺着微风飘进奥兹的领地，几乎点燃了他体内的野性。过去几周，他几乎没停过，日复一日地在铁栏边来回踱步，尾巴高高扬起，尾端轻颤，时而发出低沉的喉音，时而猛地转身，冲着靠近的饲养员怒吼。这头平日里温顺，甚至有些懒散的公虎，如今却仿佛被某种原始的力量重新唤醒，眼神变得冰冷警觉，肌肉下的皮毛紧绷着，随时准备发动攻击。萨曼莎当然明白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那是野性的预兆，是危险的信号，但他也清楚，正因如此，自己更需要保持冷静和专业。他始终相信，只要流程无误，门闸完好，距离得当，人类与猛兽之间仍能维持那条脆弱却神圣的安全界限。然而就在那天上午，这条界限将被意外地打破。可惜的是，奥兹还得再等上1-2周，才能与那只雌虎真正见面。园方希望届时他的躁动能随着发情季的结束逐渐平息，重新变回那头性情温和、慵懒安静的苏门答腊虎。萨曼莎对此十分了解，但他并未因此懈怠任何一天的工作。虽然身为动物园的副主管兼资深饲养员，他却从不摆架子，也从不把脏活累活推给别人。他总是第一个走进笼舍，亲手清理动物粪便，检查门闸与栅栏。他的同事常说，萨曼莎身上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他更像是动物园的灵魂。这也是他赢得所有员工尊敬的原因。他用行动证明，在这些猛兽面前，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生死，每一份工作都值得敬畏。那天早晨，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青草味，阳光透过铁栏洒在地面上。奥兹安静地吃完早餐，
舔了舔嘴角的血迹，尾巴缓慢摆动。当通往大活动区的铁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嗒打开时，萨曼莎熟练地走进他的喂食区，准备开始清理工作。他在奥兹身后合上铁门，理应那一声金属扣合的响动意味着安全，但命运就在那一刻埋下了悲剧的伏笔。那扇门出了故障，原本应紧扣的锁扣轻轻反弹，门没有完全咬合，只是虚掩着。萨曼莎没有察觉，他转过身，背对着那扇门，推着一辆装满小熊猫饲料的手推车，准备从奥兹的睡眠区绕道离开。就在这短短几秒间，奥兹突然停下脚步，他听到了那熟悉的门声，金属碰撞的清脆回响，让他误以为可以自由活动。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到那扇门正缓缓重新打开，一缕光线透入喂食区，而那个人类，那个日日喂养他、与他说话的女人，此刻正背对着他，毫无防备。或许奥兹这辈子从未在野外真正猎杀过猎物，但那一刻，原始的捕食本能在体内被彻底点燃，即使肚子已经吃饱，那股由激素与领地意识交织出的躁动与占有欲瞬间爆发。他伏低身体，尾巴微微颤动，肌肉一寸寸绷紧，然后那股沉睡的野性终于被唤醒。对他来说，萨曼莎在那个瞬间成了对隔壁雌虎的威胁，而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她。即便那个威胁正是这些年一直喂食他的那个人类。奥兹一开始是试探性地穿过门口，但当他跨越门槛，发现萨曼莎离他只有几步之遥时，他立刻化作一抹橘红色的闪电，他只用了4大步就冲到了他面前。那时萨曼莎还双手扶着手推车的把手，尚未意识到危险临近。奥兹一个优雅的跃起，越过推车扑向他。萨曼莎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看着这头猛兽从空中扑来，但他甚至都来不及尖叫，任何声音都还没来得及从喉咙中发出。奥兹猛地撞上他，前爪压在他胸口，獠牙直刺喉咙。他们一起跌倒在地，强烈的冲击力撕裂了萨曼莎的衬衫，也将她背部的皮肤划得血肉模糊。奥兹没等他们停下，就猛地一扯，将萨曼莎的喉咙整个撕裂下来。他无法尖叫，没有气管，也没有声带，发不出任何声音，鲜血从他喉咙的大口子中喷涌而出，溅了他们一身。奥兹再次咬住萨曼莎的脖子，但这次他剧烈地甩动脑袋。第二次甩动时，清脆的骨裂声在围栏内回荡，萨曼莎的脖颈被瞬间扭断，生命在那一刻彻底熄灭。奥兹愣了一瞬，松开了獠牙，庞大的身躯微微后退。他并不饥饿，威胁已被消除，但体内那股本能的躁动尚未平息。困惑、混乱与残余的肾上腺素交织在一起，他开始在狭小的喂食区来回踱步，粗重的呼吸声夹杂着低沉的咆哮在铁栏间回荡。几分钟后，他出于好奇低下头，轻轻舔舐着萨曼莎的身体，那是他熟悉的气味，却又被血腥彻底覆盖。血顺着他的头发流进沙地，渗进爪印里，颜色越来越深。当2名管理员路过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几乎呆立当场。那头苏门答腊虎全身被鲜血浸透，脸、胸口和前腿像被染红的火焰，原本明亮的橙黑相间条纹几乎被血掩盖。仅几英尺之外，手推车翻倒在地，饲料散落一地，而萨曼莎的身体蜷曲倒卧，血肉模糊，喉咙被彻底撕裂，一条腿似乎被咬断。一名管理员几乎失声尖叫，另一人立刻跑去呼叫支援。不到5分钟，奥兹在活动区被麻醉倒地，麻醉枪的针头仍插在他后视的臀部，标记着他被制服的方式。警方封锁现场，拍照、取证、测量血迹，直到所有调查工作结束，萨曼莎的遗体才被缓缓抬出。她的丈夫理查德同样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在听到消息后几乎失去理智，拼命想冲进虎笼，被同事们死死拉住。接下来的2年，动物园陷入了漫长的官司与追责。调查显示，那道致命的门早已失修，卡扣因锈蚀而僵硬，长期未上油，安全机制形同虚设。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最终酿成了这场无可挽回的悲剧。而萨曼莎是独自一人进入围栏的，动物园本应制定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管理员独自作业。无论照管的是什么动物，尤其是在大家都知道奥兹这几周状态不对的情况下，奥兹并没有吃掉萨曼莎，这足以证明他是出于本能的领地防御行为，而不是猎食。理查德在袭击发生的第2天就辞去了动物园的工作，他实在无法忍受继续待在那个他妻子惨死的地方。但他和数千名请愿者都一致认为奥兹不该被处死，他只是遵循了自己的天性，没有人可以责怪一头动物做出他天生会做的事。然而汉密尔顿动物园确实没有建立合理的设施维护机制，也没有强制员工组队作业，而这2个因素直接导致了萨曼莎的死亡。最终法院裁定
汉密尔顿动物园需向萨曼莎的家属支付20万新西兰元的赔偿金，并必须全面改革其安全、喂养及设备维护系统。为了达到继续对公众开放的标准，动物园还将因此投入数百万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萨曼莎一定会支持她丈夫和请愿者的立场。奥兹应该活下去，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地球上每一只苏门答腊虎都是珍贵且值得拯救的。萨曼莎·库达和老虎奥兹最终都在这场可怕的终极苦难中走向了各自的命运终点。